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4年，一别两宽，看到冯绍峰对赵丽颖只字不提，才懂他赢在哪。近几年，说起演员冯绍峰，我们鲜少见到他有新作品上线。显而易见，他比起过去低调了不少，名气也不复当年盛况。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正是这位低调版的冯绍峰，反而比他最红的时候口碑更好了。尤其是在他刚和赵丽颖离婚的那段时间，他的风评一度跌入谷底。如今，两人已经离婚4年，这4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冯绍峰发生了什么改变，才让他的口碑逐渐回暖？说到赵丽颖，她的成名故事无疑是一部励志的草根逆袭史。作为一位没有背景、没有靠山的农村姑娘，她凭着一股倔强和不服输的劲儿，从龙套一步步拼到了收视女王的位置。那份真诚和坚韧，不加掩饰的奋斗精神，深深打动了观众。大家都爱她的人间真实。可人性就是这么有趣，当你还在山脚下沾满泥泞时，所有人为你欢呼喝彩，可一旦你站在了顶峰，所有人的放大镜就对准了你，连呼吸声都成了错误。离婚后的赵丽颖更像是急于向外界证明自己。她进军电影圈，在第20条中饰演聋哑母亲，令人眼前一亮。但到了备受期待的酱园弄，她的表现却被质疑。法庭戏里，她被批台词背诵痕迹明显，表演生硬，观众因此被推出了剧情之外。这并非黑粉黑她，而是普通影迷的真实感受。毕竟，演员这碗饭是靠路人缘撑着的，粉丝再多也难以填满大众的心。演技上的争议还算业务问题，紧接着她的一系列举动却开始动摇她耿直女孩的形象。比如一句算你 M 的强硬回怼，虽然暂时解气，却也招来了官媒不点名的警告，公众人物不能随意将个人情绪挂在大庭广众之下。后来她染粉发，宣传妻失联，在粉丝眼里是做自己，但在更多路人看来，却像是在赌气和逃避责任，带着一种我不顺，你们也别好过的坏脾气。那曾助她成功的劲头，碰上了顶级资源和大众期待，反倒成了伤人伤己的双刃剑。与赵丽颖的风口浪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冯绍峰的无声无息。这位上海长大的富二代，早年凭功走红，也曾被流量包围。他和倪妮的恋情曾高调公开，分手也体面落幕，一句名字倒过来念，成为娱乐圈分手的范本。这段经历也为他今日的口碑逆袭埋下伏笔。尽管与赵丽颖离婚后，冯绍峰事业明显沉寂，不再争男主光环，开始为年轻演员作配，低调地参与《新居一人之下》等质量不错的剧集。他不抢、不闹、不作妖，这样的态度在娱乐圈里简直像个异类，但正是这份无为，让他意外收获好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作为父亲的形象无可挑剔。冯绍峰从不拿前妻和孩子炒作，却多次被狗子拍到在赵丽颖忙碌时，默默带着儿子想看病、逛公园。两人无声的接力，让公众看到了一个成年人对家庭责任的朴实坚守。最近，他被拍到与新女友约会，既不刻意承认，也不躲躲闪闪，坦荡公开。这种处事方式远比含糊其辞的绯闻处理更高明，传递了一个信号：我有新生活，但对过去的责任分毫不减。冯绍峰无言，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。他的体面成了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另一方的慌乱与不安。回顾这段婚姻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分开几乎是注定，不是简单的性格不合，而是两种人生底色的天然排斥。赵丽颖像迎风野草，安全感来自不断向上攀登，事业是她的铠甲和勋章。
她产后迅速复出，眼中依旧燃烧着熊熊火焰，而冯绍峰更像被温室精心呵护的花，人生顺遂，骨子里追求的是松弛和安稳。他要的是一个家，而非新的战场。事业与生活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，短期内因爱互补，长期却难以维系。分开对他们而言或许不是终点，而是回归各自舒适的人生轨道。这无关对错，只有选择。要说娱乐圈的85花们，将赵丽颖和杨幂放一起对比，故事就更有趣了。两人同在酱园弄，杨幂虽戏份少，却凭几张素颜剧照赢得演员自觉赞誉。红毯上，她用高情商发言巧妙化解尴尬，博得满堂彩；而赵丽颖却在演技和处事上屡屡陷入被动。杨幂也刚，但她懂得何时收刺，何时用智慧和自嘲化解危机。她的强大是游刃有余的清醒，赵丽颖的硬刚常被看作紧绷的防御和别惹我的警告。这种差异恰好反映了公众口味变化，大家厌倦了完美无瑕的人设，也疲劳了剑拔弩张的真性情，开始欣赏成熟处事智慧，一种能体面处理公司、为自己负责的大人感。尽管争议缠身，赵丽颖的商业价值和时尚资源依然顶级。从迪奥到纪梵希，她用成绩证明自己依旧是不可轻易替代的大女主。这才是娱乐圈的真实与残酷，口碑、流量、商业价值三者互为犄角，但不总是同向前进。而冯绍峰口碑回暖，并非刻意策划的弯道超车，更像无心插柳。他选择了更接地气的生活方式，踏实工作，细心带娃，坦然谈恋爱，不再是那个光芒四射的明星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2. 优酷播出，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主演古装剧《宅斗天花板》。过日子就像熬粥，急不得的慢慢熬，才能出味儿。豆瓣8.0分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，把这句老话熬成了78集的古代家庭生存指南。赵丽颖饰演的盛明兰，从盛府不受宠的庶女，一路逆袭成侯府主母，没靠超能力，全凭脑子和韧性。那些藏在茶盏里的算计，袖崩上的隐忍，比任何爽剧都更让人上头。毕竟现实里的成长，从来都不是一路开挂。故事的开端，盛府的花园里飘着栀子花的香，也藏着看不见的刀光剑影。小明兰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裙，蹲在角落里给祖母剥橘子，手指被橘子汁折得发红。嫡母王氏正坐在正厅发脾气，摔碎的茶盏碎片溅到门口。林秦霜那个小贱人，又在老爷面前说我坏话。宠妾林秦霜则在自己院里让丫鬟给明兰送点心，笑得像朵白莲花。六姑娘快尝尝，这是老爷特意让人买的。明兰接过点心，甜甜的豆沙馅在嘴里却发苦。她知道这府里的糖都裹着玻璃渣。明兰的第一次职场危机来得比梅雨季节还早。她生母为小娘难产去世，死前抓着她的手说：“活着最大。”小丫头把这句话刻在心里，在学堂里被墨兰推搡，她不还手，被如兰抢了新做的衣裳。她笑笑说：“姐姐穿更好看。”可没人知道，她夜里会对着生母的牌位，把府里每个人的脾性记在小本子上。大姐姐心软，二姐姐骄纵，三姐姐阴狠。祖母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把她接到自己院里。孩子，藏锋不是认输，是为了更好的活着。祖孙俩的灯常常亮到深夜，一个教他管家理事，一个教他读史明智，像两株相依为命的兰草。齐衡朱一龙氏的出现，像阵春风吹进了明兰的心里。她穿着月白色长衫，在马球场上挥杆的样子，让明兰看得红了脸。两人在桃花树下偷偷见面，齐衡塞给她一支玉簪：“明兰，等我一定会娶你。”明兰把玉簪藏在枕头下，夜里摸着簪子傻笑，
以为真能等来童话结局。可现实给了他一巴掌，郡主娘娘把齐衡关在家里，拿着玉簪找到圣府，一个庶女也配得上我儿子？双引号。明兰站在一旁，看着齐衡被带走时绝望的眼神，悄悄把玉簪扔进了池塘，涟漪散去，心里的光也灭了。再后来，顾廷烨冯绍峰事像颗小石子，砸进了明兰平静的生活。他第一次见明兰是在一场马球赛上，她女扮男装，挥杆的样子比小子还飒。你就是盛家那个六姑娘？她骑着马凑过来，胡子上还沾着草屑，听说你不惹事也不怕事。双引号。明兰翻了个白眼，顾二叔没事的话，我还要回家绣花。两人的交集像场拉锯战，他帮他解决圣府的麻烦，他帮他识破继母的阴谋。一来二去，顾廷烨突然说：明兰，嫁给我，我让你不再受委屈。明兰看着他严厉的认真，突然想起祖母的话，找个能让你说心里话的人，比什么都强。双引号。嫁入侯府的日子比圣府复杂10倍。婆母看着她的嫁妆单子，嘴角撇得能挂油壶。盛家就是小家子气，妯娌们在背后嚼舌根，一个庶女还想当侯夫人。双引号。明兰不吵不闹，每天把账本算得清清楚楚，婆母想挑错都挑不出来。妯娌的胭脂水粉少了，她不动声色地查出是丫鬟手脚不干净，既给了对方面子，又立了规矩。有次顾廷烨被朝堂派系牵连，有人想趁机夺侯府的权，明兰穿着诰命服站在府门口，我丈夫不在，侯府有我在，谁也别想乱来。那股子劲儿看得下人都直哆嗦。明兰和顾廷烨的感情像块慢慢捂热的石头。刚结婚时，两人分房睡，顾廷烨夜里喝了酒，敲他的门：明兰，你就这么不待见我？明兰隔着门说：我们是搭伙过日子，别想太多。双引号。可后来顾廷烨被人陷害入狱，明兰挺着大肚子跪在宫门外求情，雨把她的衣服淋得透湿，她却一动不动。顾廷烨出来后抱着她说：以后换我护着你。双引号。明兰的眼泪掉在他肩上，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人护着的小丫头了。从搭伙到相依，他们的感情比蜜饯还耐嚼。圣府的宅斗终局来得悄无声息，林廛双谋害魏小娘的真相被揭开，盛老爷气得浑身发抖，把他关进柴房。他哭着喊：老爷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双引号。明兰站在柴房外，听着里面的哭喊，心里没有快意，只有平静。嫡母王氏后来犯了错，是明兰在盛老爷面前求情，母亲本性不坏，只是被猪油蒙了心。双引号。盛老爷看着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女儿，突然发现她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剥橘子的小丫头，眼神里的通透比府里任何一个人都强。结局的那天，侯府的花园里也开着栀子花。明兰坐在秋千上，看着孩子们追蝴蝶。顾廷烨走过来，递给她一杯热茶。远处传来盛府的消息，长柏当了大官，华兰的日子过得安稳。明兰喝着茶，茶香混着花香，心里像被温水泡过。她这辈子没当过大女主，只是在规则里守住了自己，护住了想护的人。就像祖母说的，日子是自己的，过得踏实比什么都强。双引号。这部剧最让人舒服的是它的接地气，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，只有家长里短的算计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。明兰的成长告诉我们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颠覆世界，但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活得通透，活得明白。你觉得明兰最厉害的生存技能是什么？如果穿越到圣府，你能像明兰一样混得风生水起吗？来评论区聊聊，让我们给这位古代职场达人点个赞。